就在上周，随着泽连斯基到访美国，乌克兰又迎来了18.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。大兵纵览援助清单上的内容，除了重磅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，155毫米炮弹依然是其中的大头。想到美国此前援助的数百门牵引式榴弹炮，其中仅 M777 就超过了120门，这不禁让大兵产生了一些疑问呢。美国为何会大量援助牵引式榴弹炮呢，而不是自行火炮呢？就比如说美军现役的 M109 自行火炮，难道说牵引式榴弹炮更强吗？下面大兵就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。其实自从武器这一物品诞生以来，其内部就存在着激烈的体系竞争。随着各式先进武器的装备，被誉为战争之神的火炮内部也面临着发展趋势竞争性选择问题。至于榴弹炮嘛，最早诞生于15世纪的意大利，只不过当时的名称并不是榴弹炮，一直到17世纪，在欧洲才正式出现了榴弹炮的名称，指的是出身爆炸弹、射角较大的火炮。而最先装备榴弹炮的是一支由荷兰裔士兵组成的英国部队。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，榴弹炮有了很大发展，但一直都只有牵引式。到了一战时期，榴弹炮出现了一个分水岭。随着1916年坦克的诞生，美国马克1型该武器的设计启发了当时的设计师。由于结合了火力、防护以及机动性的坦克依然不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，于是设计师们开始将大口径火炮尝试安装到履带式底盘上。至于第一门自行火炮是在1917年由法国发明的，自此开启了自行榴弹炮的时代。但这时的自行榴弹炮还没有装甲防护，只适用于对步兵进行火力支援。而世界首门拥有装甲防护的炮塔式自行榴弹炮是由德国发明的。二战过后，各国纷纷开始研发自家的产品，然后便分为履带式，例如美国的 M109， 轮式，例如捷克的达纳。该型火炮的共同优点是不仅机动性好，而且拥有较强的装甲防护力以及更大的射界。与此同时，法国也开发出了具有特色的自行榴弹炮及凯撒自行榴弹炮。这几款产品在机动性和装甲防护方面都比牵引式榴弹炮好很多。而在自行榴弹炮越来越盛行的现今，有一些军事专家开始预言，在未来牵引式榴弹炮将逐渐消失，类似于此前海军的战列舰。理由是在战场上牵引式榴弹炮生存能力太低，而且操作非常麻烦，其行军状态和战斗状态的转换耗时太长了。最重要的是该类武器的机动性太差了。在军中炮兵部队服役过的人应该都比较清楚，牵引式榴弹炮实操起来会有多繁琐。首先作战开始时，你要先将榴弹炮从牵引车上拉下来，然后进入预定炮位，展开炮架，挖住除坑，打住除，调整炮节方向，瞄准，最终射击。当这些操作完成以后，你还要撤收，也就是将上述动作倒着再重复一遍，将榴弹炮恢复成行军状态，挂上牵引车，赶紧撤离阵地。从准备到发射的整个流程下来，可能需要40到60分钟，不仅耗时，还非常费体力，根本无法适应效率高、节奏紧、攻防转换快的现代战争。大兵不说别的，你只要首先没打掉对方的反炮兵雷达，那么从发现炮弹来袭到反推出发射阵地位置，对方只需要几分钟甚至几十秒的时间。如果是训练程度非常高的部队，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锁定与精准火力反击。与此同时，牵引式可能才刚刚发射几枚炮弹，所以牵引式很难在现代战争环境中生存。因此各国都在积极推进自行榴弹炮的发展。那么既然牵引式榴弹炮有那么多缺陷，为何该类武器还未被淘汰呢？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它的优点也有很多。首先来说，自行榴弹炮虽然优点众多，但缺点也非常明显，太贵了。太多牵引式榴弹炮单价在几十到上百万美元，如果是二手的，那就更便宜了。与之相比，自行榴弹炮不论是轮式还是履带式，它们的价格都相当的贵。例如德国的 PZH2000， 最新型号的单价已经超过了1800万美元。就是以廉价著称的韩国 K9， 单价也达到了360万美元。另外，这还只是火炮本身，要想让其发挥全部实力的话，除了配套弹药，还要有一系列的保障车辆，比如指挥车、弹药车、观测车等等，这些都需要跟进研制和装备。而且自行榴弹炮的保养和维护也相当的繁琐，所需的资金甚至比火炮本身还要多，这也导致昂贵的价格限制了该型武器的装备规模。于是各国又开发出了相对低廉的卡车式自行榴弹炮。不过该类火炮虽然确实便宜了一些，但依然比牵引式榴弹炮贵得多，特别是在它整合了各种自动化指挥系统和先进数字终端之后，价格那是一涨再涨啊。就比如法国的凯撒，出口单价就在700万美元左右。虽然卡车炮的维护保养要相对便宜和简单，但真要一下子掏出这么多钱换装的话，也并不容易啊。那么
与之相比，牵引式榴弹炮的优势是什么？第一，在军队当中保持编制。虽然说一些军队规模较小的国家，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所有火炮换成自行榴弹炮，但在那些军队规模很大的国家，很难短时间内全部换装价格昂贵的自行火炮，所需的时间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。在这期间，除了换装自行榴弹炮的单位，其他炮兵单位依然会使用牵引式进行训练。这样一方面是作为正常的作战编制使用，以此防止突然发生的战争冲突等意外情况，毕竟有总比没有要强。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人员编制，防止因换装而出现人员技术断层。要知道，出现人才断层的后果非常严重，会从根本上影响部队的战斗力。第二，节省成本。现今大多国家的军队中，牵引式榴弹炮的比重依然很大，有些型号可能才刚刚服役没多久，性能并不落后，短时间内很难退出历史舞台。在现代战争中，只要不是实力悬殊的战斗，有优势的一方大多会在阵地上使用廉价的牵引式榴弹炮展开炮击。就比如现今的俄乌战争，各国援助的牵引式榴弹战绩斐然，而且就算财大气粗的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和海湾战争期间，也是大量使用155毫米口径的 M198 榴弹炮。第三，快速部署。现役的所有牵引式榴弹炮基本都在向轻型化发展，而轻型化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被交通工具快速运输到预定区域。自行火炮与卡车炮虽然机动能力优异，但是由于它们是武器系统、车载底盘以及装甲车体的结合体，导致其整体重量远超牵引式榴弹炮，加大了运输难度，非常依赖地面运输。如果是在极端区域作战的话，比如山沟、沟壑等等，受地形因素的影响，自行榴弹炮比牵引式更难运输。相比之下，牵引式就方便多了。首先，轻型化榴弹炮最早起源于美国，当时美陆军的快速反应部队如82空降师一直缺少灵活机动、大威力的声管压制火炮。虽然那时 M198 榴弹炮重量仅7吨，但依然难以快速进行战略机动。因此，为了取代 M198，轻型化的 M777 牵引式榴弹炮诞生了。该炮的重量仅为4.2吨，能够通过直升机吊运的方式进行快速移动，非常适合美陆军轻装部队使用。更重要的是 ，M777 还能够部署在机动车辆难以行驶的山地高原地区，以此为己方部队带来压倒性的火力优势。这也是为何此前印度花了7.37亿美元采购145门 M777 榴弹炮的原因之一。最后则是火力优势了。对于火炮这种注重于攻击的武器来说，自然是火力越猛越好。虽然牵引式与自行火炮的口径大差不差，但自行火炮的输出依然比不上牵引式。在两方交战时，以牵引式为主的一方，短时间内在火力方面往往能占据更大优势。原因是人工装填的速度，短时间内呢是要优于自动装填的。那说了那么多，美国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不向乌克兰赞助 M109 自行榴弹炮的吗？自从今年2月份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西方各国的军援便从未断过。近期随着俄军接连退兵、收缩战线，西方更是逐渐加大援助力度，重型火炮、精确弹药接连不断。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由美国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所援助提供的上百门 M777 155毫米榴弹炮。但与此同时，令人不解的是，英法德各国所提供的都是自行榴弹炮，而 M777 作为一款牵引式榴弹炮，对于现今乌东战场上大规模的炮战而言，乌军炮兵部队需要时常转移阵地，以此来躲避俄军反炮兵火力的打击。因此，有着良好机动性、生存能力以及反应速度的自行榴弹炮才是乌军最重要的装备。而美军本身装备有大量 M109 型自行火炮，为何不援助乌克兰呢？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。首先来说，自从2005年 M777 服役以来，根据美军的要求 ，BAE 系统公司陆续推出了许多升级版本，例如 A1、A2、ER 型号。其中 ER 型号由于使用了52倍近身管，配备了轻型火箭助推弹药，极限射程从40公里猛增至70公里，其权重却只是增加了435公斤。而且在改进之后 ，M777 还配置了数字化火控系统，能够自动定位并锁定目标。射击准备时间比传统牵引式更短，反应更快，极大地增强了该炮在现代战争的综合作战能力。而相较于新世纪才服役的 M777，M109 系列在美军当中已经服役了近70年，经历了自越南战争以来的多次实战，技术非常成熟。现今的生产总数已经超过了7000辆，其生管背景与 M777 相同，都能够兼容北约标准弹药和神剑制导炮弹在内多种弹药，最远射程可达40公里。极限射速为8分钟每发，拥有2栖幅度和360度的全向射界。
虽然已经服役这么多年，但经过多次改进和技术升级 ，M109 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先定位，至今依然是美陆军的主力装备。其最新型号是2015年服役的 M109A7 型，该型号大幅提高了自动化程度，在从战斗数据链接收射击任务以后，能够自行结算射击诸元，调整火炮的扬幅和方位，在不到1分钟内射出第一发炮弹，极大地满足了美军现代化作战的火力需求。尽管如此，美军还是没有停下改进的步伐。正在开发的 M1299 将使用58倍景深扣管，配置了专门设计的双式冲击式炮口制退器，以及源自 XM2001 项目的全自动装弹机。其弹药架也经过了重新设计，配备又2款新型的火箭助推弹药，射程直接达到了70公里。其射击性能来看 ，M777 与 M109 大差不差。不过后者作为一款自行榴弹炮，能够执行了打了就跑的战术，机动性更好，并且有着一定的装甲防护能力，战场生存能力更胜一筹。在目前的俄乌战场上 ，M109 显然更符合乌军的作战需求，因此对于美国向乌克兰援助 M777， 外界也是有褒贬不一的，甚至有人从库存数量、使用以及维护成本高昂、美军难以承受等理由加以解释。但是这些也都只是猜测而已，并没有事实依据，经不起推敲啊。对此，大兵的观点认为，美国之所以这么做，其实是考虑到了对乌军战斗力生成的问题。牵引式相较于自行榴弹炮，由于技术等级的不同，更加容易上手，这是基于整体系统多少、技术难易高低所致的。简单来说，训练牵引式榴弹炮的炮手能够简化具体的流程和时间，进而短时间内快速生成战斗力，及时投入到前线战场。如果换成 M109 的话，乌军炮兵不仅需要学习火炮的操纵，还要熟悉掌握车辆驾驶、引擎维护、故障排除等等。这对于一直使用苏制武器的乌军而言，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进行训练，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形成战斗力的时间。而根据相关消息，乌军 M777 炮手的培训时间不到1个月，如果是 M109 的话，便需要更长的时间。另外，作为一款自行榴弹炮 ，M109 对于后勤保障的要求非常更高，除了火炮本身以外，还需要对车辆底盘、引擎等各方面提供相应保障，这会对乌军造成很大的后勤压力啊。最后则是 M777 自身也有着很好的战术机动性，可以很快适应俄乌战场的复杂地形条件，期间也能够依靠乌军现有的运载工具进行转移。反观 M109 系列，贸然援助的话，不仅形成不了战斗力，还会成为乌军的拖油瓶。总结来说，与提供 M109 相比，美国显然更倾向于提供 M777。该武器对于乌克兰的帮助，这才是最大的。相较于法意各国援助 M109， 美国显得更加实用。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，目前所需的各种军事援助，并不追求武器的先进性，实用性一直都是第一位。毕竟乌军要在短时间内投入前线与俄军交战，并没有太多时间适应先进武器啊。